大家好，我是农村武装青年的主唱，我叫阿达。台湾很重要的水果，葡萄，而且我们的葡萄不是用来做葡萄酒的，我的葡萄拿来吃的，而且很甜很香。然后这个是在我们自己彰化大村这边的，我自己朋友种的葡萄。我会想要分享这个，是因为我到国外去吃到的葡萄都是做酒的，对，或是那一种比较硬的，可以直接整颗吃那一种。其实我蛮喜欢吃台湾的这种葡萄。当初真的是很诚实的用这个团名嘛，因为当初真的我们是蛮常在街头运动上面唱的，后来慢慢的延续到现在。也有人问我说要不要改名字，我就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初衷的一个精神啊，我们就是在谈一些事情这样子，武装是一种精神而已，或是年轻时候的初衷，所以我就一直把它保留到现在。我其实这个团是受到那个反米大战客杨如门的影响，所以我也是因为从他的那个事件，所以我才开始去关心农村或关心彰化的家乡。武装这个字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是放在炸弹的事件。对我来说，我是把那样的一个情境扣上一个美学，放到一个乐团里面来的时候，他的炸弹变成我的音乐，然后用那个炸弹去诉说关于台湾农业要去保护这件事情。我是用音乐去谈这些议题。我先讲一个是比较敌对关系，我们去演唱，但旁边会有那一种立场跟我们不同的。在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还有一次是被不知道哪来射来的 BB 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 BB 弹从头上打下来的那个状况，是我真的也是吓到啊。那当下我还是持续唱歌，就是一定会有正反的立场啊。我觉得那个议题都是一个讨论过程。当下在台上唱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上面三字经直接骂我，然后叫我回去这样子回去。我自己都还是会把歌唱完，可是我在心里面是不断的说服自己不要生气，大家都有讨论的话语权。我记得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相信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。你现在在问我摇滚乐能不能改变世界，我都觉得每一个行为都可以改变世界啦。音乐或甚至摇滚乐这东西，因为它是一个聚焦点，透过一个美学包装一个言论，当然大家会比较容易听得到、看得到这样。台湾就是弱在，我们都只是一场性的，像嘉年华性的把这一个议题推出去，那个冲撞力真的没有到那么强烈。我有时候都还是会希望能不能再多一点点那样的一个直接行动。音乐它会为这些行动再更加强一些力道，它可能是一个这个行动过程中的一种是催化剂也好，或是一种美学的渲染也好。我觉得音乐在这个时候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可是真的还是要再回到一个行动或是策略上的一个改变。这样，我们透过一个比较软性的音乐会市集把人招来，然后我们去谈这件议题的历史。我觉得台湾人比较怕很凶很硬的东西，要以和为贵，议题很硬，可是你透过词曲创作、音乐的表演，它会美学化，会比较让更多大众可以听进去。像我是高中离开家里，我大概先到彰化市，然后再到台北，又到台中。这段时间出去到回来这段时间大概20年左右，出去的那个心情都是一种对自己的那个家乡其实是非常负面的，急着想要逃脱这个地方。觉得农村是一个没有任何可以让我留下来的吸引力的地方，也没有任何资源，也一点都不流行。5年前，我现在40岁嘛，我在5年前又决定从台中再搬回到乡下来。我觉得那个心境完全不同，那个心境已经变成我好像误会了我的家乡，但我带着有一种愧疚。我觉得我全身上下就是真的就是我踩着我家的泥土长大的人，而我当初那么厌恶这个泥土、这个土，觉得它很臭，觉得它很脏。我开始去关心农业这个议题的时候，我开始发现，整个台北市人所有吃的蔬菜都来自中部啊！我就觉得自己家乡就很厉害啊！这一个农村的产能可以保住一个那么大的台北市的出口。那个时候我抱持的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心态，农村的价值、农业的价值，包括这里再把我当初身上的那个土性、那个泥土的东西找出来，我觉得那个是最骄傲的东西。我那本书叫《农村武装青年和他们的朋友》，我很喜欢的人，在台湾每一个小角落，在做一个所谓自己的理想性的事情，而那事情有可能很小，有可能只是小到他只是就是一个农夫，有可能他只是开一间咖啡店，可是他开这间咖啡店是有他的目的，他用他的生活来做很大的革命，就插秧苗，一根一根插秧苗。
可他为什么要去种这个米？他为什么要如此友善这块土地？他只是为了要把这块土地留给我们的下一代。这些人都是我去演唱的时候所认识到的人。对自我的追求啦，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一个心境，我自己其实在寻根，应该是一种再一次的去好好的认识自己的女性的东西。我住在二水田中南彰化这边，它的地理啊、历史啊、文化，或者去做了一些资料的阅读，这边的社区跟他们一起上课啊，我跑去学那个传统戏曲、南北管农术，因为这也是彰化蛮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，也有加入一个这样的一个团员进来到乐团里面。我自己算蛮幸运的，在乡下成长到比较都市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重新再接触农乡的生活情境跟文化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这样子，跟这个东西虽然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回到自己原本的这个地方，都市人如果要这边住下来，他们好爱这个地方。这几年一直有人在谈返乡，新年返乡，我觉得也不用返乡啦。我觉得那个乡那个东西，有时候你觉得那个美好的价值，小时候的回忆也好的那一些情境，有时候是放在自己内心里面，带到你去的那个地方。比如说你从台湾去到加拿大，你在加拿大又长出来的那一个花，我都相信那个花里面的很强烈的养分，它其实是连到台湾的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你去哪里都是连接在一起。我回到这个地方，不只是好好生活而已，我好像在煮很多人的梦。这个时候才过来特林狗，继续打造我们美好的台湾的文化。每个人要飞去哪里，你就带着你的根去到那边。我有一首歌叫《自由的花》，那我每一场其实都是在谈香港，不管变什么人，就是不能把自由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。它就像你吹到一阵风啊，那么自然。像鸟在看一个比较大的范围，每一个村庄、每一个树、每一条溪流，溪流里面还有鱼的这一种东西，它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在地化，还是要保有自己每一个个体不同文化的主体性，或是各个民族的主体性。因为我现在坐在这边，我大概是这村子里面最年轻的，所以他们偶尔去田里面摘菜，然后是有买什么东西，就会送过来一些，或是特别打电话过来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火龙果的产地，对，台湾叫火龙果产地，我这边也是火龙果产区，所以有时候就会接到电话，叫我去带火龙果回来。这边应该都50以上的比较多，对，50岁以上的，在这边都还是年轻人哦，这边50、60都还年轻人，对，因为这边多半已经大概70、80以上的一些老农嘛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龙珠武装青年的主唱。我叫阿达 ，I'm different, just like you。